青年手持玻璃球登上高塔有因由，为了流量来作死，高空掏物任我丢。这4句定场诗是根据多位网友转发来的这段视频有感而发。视频中几位青年不知从哪里弄来大中小3个玻璃球，然后爬上了一个几十米高的观光塔，瞄准地面上的钢板就扔了下去。结果玻璃球触地瞬间碎渣四处飞散，但出人意料的是，在玻璃渣子飞散过后，玻璃球并没有粉碎，而是出现了一个光滑的尖锥。这个现象令网友难以理解。所以我们必须还原玻璃球砸中钢板的瞬间情形，来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玻璃球撞击水平放置的钢板时，撞击点上急剧增加的冲击载荷使玻璃球在垂直方向上的玻璃柱产生微小的压缩变形。我们用缩短的这部分长度除以柱子的原始长度，得到了一个没有单位的无量钢比值，叫做应变。同时，柱子上产生了抵抗压缩的内力，用该内力除以截面积得到的压强，称为应力。任何应力都可分解为垂直于截面的抵抗伸缩的正应力，以及伸缩造成的正应变，和平行的抵抗弯扭的减应力，以及弯扭造成的减应变。可见，应力代表柱子抵抗断裂的能力，也就是强度；应变则代表抵抗变形的能力，也就是刚度。当玻璃球砸到钢板上，正中心的玻璃柱受到压缩产生的正应力遵循胡克定律，大小等于杨氏模量与正应变的乘积。玻璃球减速到0的过程中，受到的冲击载荷不断增大，但此时中心玻璃柱上的正应力并未达到屈服应力，因此应变跟随应力线性增大，柱子还在维持弹性形变。但这并不意味着玻璃球能完好无损，由于冲击中钢板也轻微内凹，使撞击区域从中心一点扩展成半径很小的圆形。这个过程使撞击点上方受到压缩的玻璃柱子截面扩大，就像水滴落在石头上一样，形成从中心向外圈叠加的压力波。聚合后的波面压强发生跃变，形成了以超过玻璃声速朝着侧上方运动的圆环面正极波。这下玻璃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波面的超压使被扫过的玻璃瞬间产生了很大的减应力，而减应力又等于剪切模量乘减应变。由于玻璃的剪切模量远小于刚才提到的杨氏模量，导致激波形成的减应变远大于正应变，于是被扫过的玻璃无法再维持弹性形变，瞬间破裂成了渣渣。因此，这些玻璃渣子在玻璃球触地瞬间就已经和本体分离，并在玻璃球减速到0后继续向下运动撞击钢板。最后，我们观察这个摔过的玻璃球，会发现它的中心撞击点破损并不严重，说明此处以较小的正应变产生了可抵抗冲击的正应力，而中心点的外圈则展现了激波的运动路径，说明路径上的玻璃无法产生足够的减应变来获得抵抗激波超压的减应力，因而形成了光滑圆润的断裂面。所以，我们再次逐帧观察撞击的过程，会发现在钢板内凹变形的配合下，激波制造的环形剪切层在撞击的一刻就已出现，因此注定了缺德的玻璃渣子向四周发射的结局。